姬无忧的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此时并非远古与上古，燃灯可奚落，可刁难，只因为他副教主之位是在圣人那儿求来的。燃灯丢不了圣人的皮面，但因一时口角就打杀了禅教副教主，这定会引起道门上下震动。哪怕是水神前辈与赵公明前辈，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忘情上人缓缓点头，仔细思索着其中之事。他自认修行不算多久，对于洪荒这些弯弯绕绕所知也不多，跟掌门这般老战力单位相比，自是无法相比。且看高空中，李长寿随手将那盏灵鹫灯用仙力包裹拽了回来，能够感觉得出，这灵鹫灯之灵在疯狂的抗拒，显然这是与燃灯交命的宝物，自己也无法真的拿住。但是其他的东西，李长寿看着那一小堆宝材，单单只是其中一小块就价值非凡，于是脚下一滑，在空中哎呀一声，朝着孔宣身后倒去。好巧不巧，就趴在那一小堆宝材上，而后赶紧站起身来，那一堆宝材顿时就少了30%。李长寿赞叹道：哎呀，孔宣道友好神通啊，周遭乾坤都出现了如此巨大的扭曲。孔宣笑而不语。赵公明也从空中拐了个弯，发挥自己的本职优势，在空中划过了一道优雅的弧线，也精准地趴在了那一小堆宝材上，也是立刻起身。那一批现如今难寻的宝材顿时又减少了30%。赵公明皱眉：果真厉害，贫道的定海神珠突然失去控制，应该是跟道友这五行神通有关了。孔宣不由得哭笑不得。这位凤族高手大大方方地转过身来，与李长寿和赵公明一同围观那些搜出的战利品。孔宣目中没什么波动，淡然道：两位，这燃灯今天我杀定了。哎呦，不可，道友不可。李长寿看着那只琉璃宝塔，拿着强乾坤尺随手一拨，将宝塔收到了自己袖口。我这个可不是贪图什么宝物啊，琉璃宝塔虽然是一件不错的先天灵宝，可攻可守，但却是李靖命中的宝物。李靖这个未来的托塔李天王，托的就是这一口能够镇哪吒的琉璃宝塔。李靖现在正在渡仙门中修行，这宝塔李长寿也趁这次机会搞到手，接下来就能彻底斩断这个天庭兵马大元帅今后与佛门的关联了。这就是李长寿对天道底线的又一次试探。更何况这琉璃宝塔比起根脚不凡得了太清老爷成圣功德的塔爷完全不值一提。一旁赵公明见李长寿收走了琉璃宝塔，自己却是犯了难，无他，燃灯的这些宝物除了那盏拿不走的灯，都没他能够看得上的。刚才拿宝材也非他贪这些，一是为了与自家准妹夫有难同当，二是这些宝材也并非无用，可以带回去给截教的师弟师妹们炼宝嘛。他赵公明对财根本没兴趣。燃灯收藏的宝材都是一些远古上古稀罕货色，可是这些灵宝要是拿了，怕会让人以为他赵公明没见过世面。当下赵公明抚须摇摇头，对着李长寿眨了一下眼，就一同朝着孔宣凑了过去，一左一右拱拱手，开始劝说孔宣手下留情。剩下的那些宝材自然是给孔宣留的，可惜啊，凭孔宣的傲气定不会收取，也是便宜这个老灯不是燃灯了。这三位大佬的话语声在星空各处飘荡。道友啊，你现在已是占尽了上风啊！燃灯毕竟是禅教副教主，就当给贫道一点薄面，饶了他这次。今日不打杀他，他日若偷袭于我，岂非祸事？道友不能如此想。今日是燃灯副教主对你出手在先，你也是不甘受辱，愤而反击。燃灯副教主是洪荒名宿，顶级大能，他能这般不要脸面，今日败在你手中，明日再去偷袭你吗？
若是如此，那就是故意损阐教威名，害道门清誉呀。孔宣缓缓点头，露出淡淡的笑意。既如此，今日看在两位道友的面上，便不与他多计较了。突听哇的一声，却是下方一名阐教长老，此时是气愤难平，低头喷了一口鲜血。孔宣目光扫过，下方阐教道成众仙如临大敌，有一位老者涨红了面庞，当下就要上前怒斥，但是身旁突有几只大手拍了过来，将这个老者直接摁了下去。李长寿笑道：道友，下面都是我们道门的道成，让我与他们解释几句。当下李长寿对着下方道威仙宗的众仙拱了拱手，朗声道：今夜之事，各位也算是做了一个见证。燃灯副教主对孔宣道友出手在先，却被孔宣道友反制，还好被截教公明救下。我是天庭水神，今日愿为孔宣道友与燃灯副教主做个和事之人。孔宣道友与燃灯副教主之间的因果就此了断。言罢，李长寿转过身，收敛起笑意，将玄黄塔顶在头顶，对着昆仑山方向深深一拜，朗声道：弟子拜请圣人老爷明鉴。燃灯副教主此前与弟子因龙族之事意见相左，结下仇怨。今日燃灯副教主有意算计弟子，弟子请来两位好友助拳。弟子严遵圣人老爷教诲，时刻铭记道门弟子应做之事，绝无意冒犯阐教威严。若圣人老爷有所惩戒，弟子一应遵循。此事本与弟子两位好友无关。当下李长寿又拜了3拜，侧旁赵公明也向前来，含笑对昆仑山行礼一拜。孔宣想了想，走到李长寿另一侧，对着昆仑山做了一个道揖，淡定地报上名号：凤族孔宣，无意冒犯圣威。3人做道揖，堪堪作罢。西北方向突然飞来一束紫色霞光，定海神珠的威能瞬间被霞光溶解，这霞光夹杂着某种玄妙至极的道韵，将已被5色神光封起的燃灯包裹。燃灯顿时恢复自由，低头喷出一口鲜血，立刻出手将自己的灵鹫宝灯握住，目中惊惧不定。但是他此时依然被5色神光封住了修为境界，完全没有一战之力。这是原始圣人出手，就这么轻松破了定海神珠与5色神光，简直与必须算计孔宣才能取胜的某退群道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正此时，又见一只白鹤自西飞来，其上站着一位面容奇特的老翁。为何说是奇特呢？这个老翁的额头啊，像是被人用石头给打肿了，整个都向前凸起。除此之外，老翁也是慈眉善目，手中握着一把桃木杖，自身没有半点道韵外露，身周却有着某种祥和的气息流转，令人心神颇感安宁舒适。南极仙翁，阐教之中的隐藏大高手，与圣人元始天尊一同在3清小院中修行之灵，实力如何能弱？这仙翁眯眼笑着，几乎转眼就到了近前，与李长寿、赵公明、孔宣3个人互作道揖。南极仙翁温声道：贫道奉老师之命，来接燃灯副教主返回玉虚宫中。水神长庚，此间之事，你自行处置便是。李长寿又对着昆仑山一拜：弟子感念圣人老爷体谅。南极仙翁又笑道：长庚师弟啊，老师近年来时常对你有所称赞，人教本就弟子不多，你能为大师伯分忧解难，匡扶天庭，护卫天道秩序，都是顶好之事，实乃道门扛梁之才。长庚若是平日无事，就来玉虚宫中多坐坐。李长寿顿时露出几分喜色，对南极仙翁又做了一个道揖：多谢仙翁师兄提点，我有空定会去昆仑山拜访。
一直没空就是了。善。南极仙翁含笑点头，随后便看向了一旁那浑身狼狈的燃灯。饶是这仙翁性情温和，见多识广，此时那红润的面容也是忍不住颤了几下。好歹也是个远古大能人，怎么就……副教主，今日之事不过误会，且回昆仑山歇息吧。燃灯此刻已知处境，强行保持着镇定，默默地将身旁摆着的那些宝物收起，也不问自己的塔去了何处，宝材为什么缩水了大半，径直转身朝着昆仑山飞去。燃灯副教主！李长寿突然高声呼喊了一句，在孔宣手中接过了那一杆弱乾坤尺，用仙力推送了过去。您的尺子掉了！燃灯下意识地攥拳，此刻却只是扭头含笑道了句多谢。言罢，这燃灯收回乾坤尺，转过身去，与一旁的南极仙翁一同回返玉虚宫。燃灯与南极仙翁还没有飞远，李长寿的嘀咕声在这片天地间不断的流转。论这份涵养，始终远不如前辈高人呐。燃灯抬手扶住自己的胸口，当真是差点吐血。待白鹤驮着南极仙翁与燃灯一同消失在天边，李长寿看向了下方的阐教仙宗，凝了一朵云，带着赵公明和孔宣一同落了下去。道威仙宗众仙此刻完全不敢乱动，此刻他们悲哀地发现，水神此时完全可以对他们随意的发号施令啊！玉虚宫道威子主动迎了上去，嘴边露出了一点真诚且又有点害怕的笑容。李长寿并没有为难这个道威仙宗，也并未强行干预红林国战事。红林国气运崩碎，国运之基已没了，李长寿能做的只是让道威仙宗从此刻开始约束那两个部落，命其不可多造杀孽，欲降不杀，且放过红林国国王血脉。除此之外，道威仙宗主动提出将他们控制的一处中神州王国供奉地让给渡仙门。李长寿此时是以天庭水神的马甲在活动，只是让他们去找渡仙门谈此事，两家只要不爆发冲突，他就不会多干预。处理完了此事，当着两家仙人数百仙人的面，李长寿对孔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与孔宣一同朝着地面落下。这时就要以水神与本体来区分了。一直护在有情玄雅身旁的本体对着自己的指导人和孔宣做了一个道揖，顺势退去一旁。有情玄雅此时也得了李长寿传声叮嘱，站起身来，拄着大剑对着水神做了一个道揖。渡仙门弟子红林国公主有情玄雅拜见水神。今日红林国遭此劫难，玄雅实不知后续该如何处置，还请水神助我。这是给天庭一个插手凡俗之事的理由。水神温声道：你为救亲人悍不畏死，一往无前的情形，我此前已见到了。天庭正缺你这般人才，不知稍后可运来天庭效命。有情玄雅明显一愣，这个问题此前李长寿并未传声叮嘱，但是答案已经提前给了。无论稍后水神问什么，你都答要回山请师父准许。玄雅需回山请师父准许。善。水神含笑点头，将有情玄雅身上的几层算计完美完成，随后便示意有情玄雅退下，走向了有情玄雅的长嫂。这才是今夜的关键人物。李长寿温声道：我乃天庭正神，可否让我感受一下你腹中孩儿？这位年轻女子低头应着，连忙站起身来。李长寿闭上双眼，右手遥遥对准这女子的小腹，掌纹中出现了淡淡的金色。是她。李长寿站在原地陷入了沉思，心底泛起种种感悟，冥冥之中仿佛存在着某种指引。
指明了一条路。片刻之后，李长寿睁开双眼，抬头看向天空，朗声道：“吾乃天庭水神，奉玉帝王母之命，与东木公暂代天庭诸事。天道请听，吾有所请。”一片金色的云朵自天边飞来，在红灵国上方缓缓盘旋，其中蕴含的浓郁天道之力让众炼气士有些不适。李长寿低头看向这名年轻妇人，与他身旁的玄雅母亲，温声道：“今日有玄雅为请，我与你们一场机缘，我可赋予你腹中孩儿一道天命，他与他的后人会带领你洪都国部族再立新国，且会比此前红灵国更为昌盛。但有3道仙契需尔等遵循。契1，新国任何国主寿终当正寝，若违反天命，便魂飞魄散，不可轮回。契2，新国须尊天地，祭天祀地，尊祖尊礼。契3，国不可养仙士，天地自会与尔庇护。可愿？”那年轻的妇人慌忙看向侧旁的母亲，后者连忙点头。这年轻妇人立刻对着李长寿跪伏下去：“简狄遵先人旨意。”善。李长寿右手对着这妇人轻轻一扫，空中那一片金云溢出道道金光，转眼汇聚到了这妇人的腹部。妇人额头出现了一朵金色圆轮烙印，低声喃喃：“要向东去。”